五叔，这鱼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裴将军何时在此处的？在你和他们商量着怎么能让傅夫人知难而退，主动退婚，如此这般你们就可以不用被世人骂背信弃义，紧接着就可以给你儿子娶一门门当户对的小姐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儿了呀。杜三奶奶，你想好哪天去傅家退亲了没有？记得告诉我一声哦，到时我要去镇国大将军府给杜爷爷贺喜，我要祝杜爷爷的侄儿这辈子订的所有婚退起来都很顺利。轩哥这说的哪里话，方才我们不过是在此话家常，分明是傅夫人恰好听到后多心，冲着我们一番大呼小叫。小轩儿，你想不想吃酥糖啊？来，三奶奶带你上屋里去吃糖。三奶奶，我牙不好，不能吃糖。不吃糖可以，刚才那番话可别乱说了。这家里老爷子定下的婚约，怎么可能说退就退呀？我方才也没说要退婚不是，就算要退，那也是傅家先提出来的呀。轩哥，收鱼竿。杜三夫人心头一阵抽搐，眼睁睁看着这叔侄二人拎着钓竿自面前过去，连口生气也不能出来。不行，他还是赶快下山吧。当下一跺脚，他撒腿就朝着山下去了。五叔，他怎么跑那么快啊？因为再不走快些，他们三房就要遭殃了。啊？那他们真的会去傅家退婚吗？裴瞻面不改色心不跳，望着前方不远处正听傅夫人说话的傅真。当然不会了。可是我觉得有三奶奶这样的婆婆也不算什么好事哎。她是跟丈夫过一辈子，又不是跟婆婆。就那丫头的本事，天底下也没哪个婆婆能欺负得了她吧。真的是指腹为欢？没错。傅夫人气得垂起泪来，傅真却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了。但关键是她也不想结这个亲啊。眼下他们想退婚，那傅真当然只能顺着他们的意思来呀。于是此时此刻，他竟无法与傅夫人同仇敌忾。当然，杜老三两口子还是得谴责的，这俩做人也太不厚道了。傅真一拳砸向了手心。这时，前方一声嘤咛吸引了他的视线。裴大哥。这声音之甜腻，乃傅真这个钢铁罗刹闻所未闻，当场就打了个激灵。你是？裴大哥贵人多忘事，小女子姓于，上个月家兄带着我前往经济营给家父送兵器，曾在营中见过裴大哥的。那姑娘就该称我裴将军，或者称副指挥使大人。裴大哥。姐姐，我爹大你这么多，你叫哥不合适，得叫叔。这声爹把树后的傅真和这边厢的少女还有裴瞻都给炸了一下。小公子是？我是他儿子啊。什么？小胖子竟然是裴瞻的儿子，他不是才20岁吗？您不是没成亲吗？是真的还是假的？当然是真的，我爹可是平定了西北之乱的大将军，难道还会骗你吗？爹，这位姐姐是谁啊？我娘认不认识呀？不认识。裴大哥。这位姐姐，你怎么还不改称呼呀？我娘说了，纠缠可是有失体面的哟。于小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随后她咬着下唇，再也忍不住的捂着脸落荒而逃了。傅真也收回了身势。小胖子叫裴瞻爹，看他的反应，他是默认而不是驳斥，那这俩人还真是父子？这怎么可能啊？他料想裴瞻是应该有妻有子了，但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儿子呀。20岁的他
竟然悄没声的有了个6、7岁的儿子，还胖得跟颗丸子似的。他咋这么能干呀？能干上天了都。真儿，胡伯母他们来邀我了，我得去了。你不是要去抄经吗？也快去吧。方才的事，你不要放在心上，有母亲在。我不要紧的，您快去吧。目送傅夫人远去后，傅真这边厢便也揣着汹涌的心绪调转了方向，但还没抬步就被人挡住了去向。抬头一看，哟，巧了吗？这不是面前堪堪横拦在小径当中的正是裴瞻父子俩。裴将军，今儿特地带着令郎上香来啦。你敢盯我的梢？哪儿敢呢，我就是刚刚坐在那儿跟我母亲说话，正好听见了。裴公子您好啊。姐姐你也好啊，你们认识？裴将军是大英雄，大名鼎鼎的，满京城的人谁不认识他。裴公子你可千万别误会。当下冲二人颔了颔首，就要绕路别过，哪知道刚转身，袖子就被扯住了。这么急着走，莫不是因为心虚？裴将军还请自重，随便拉姑娘家的袖子可不是什么好习惯。没看出来你有这么矜持啊！上回你不是还扯过我的袖子，让我对你负责？哦，你们两个人发生过什么？什么也没发生。裴将军说话可得想好了再说，有时候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话，你不会也当真吧？哦，你们之间竟然还开玩笑，到底是有多熟啊？裴将军有话就说吧，我还有急事等着要去办呢。轩儿，你先一边玩去。梁轩叹了口气，1步3回头的走了。我要是没记错，那天你说胡同血案发生之后，梁宁带走了一把匕首。没错啊。但我问过了梁家人，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把匕首，也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桩血案。你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裴将军，如果我跟你说我是梁宁，你相信吗？我信。傅真猛地抬头。你是把我当傻子，还是把我当3岁孩子？傅小姐，你我见面几次，每一次你都花招耍劲。我警告你，要是再拿梁宁编造些不着调的话语，我会让你永生永世都后悔遇见我。从现在开始，我数到3，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为什么要撒谎说胡同里有凶案发生？若答不出来，你我便大理寺衙门见。这死小子，打了几年仗，竟然连长辈都认不出来了，竟然还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你给我3日时间，让我去找找那把匕首。3日一到，如果我给不了你交代，我就任你处置。此事与将军的故人息息相关，想必区3日时间，您还是等得起的吧？死小子，等着瞧吧，这个梁子结定了。3日一到，待我拿出匕首，看到时候不削死你。那我就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3日一到，你若给不了我交代，傅小姐，你可要做好准备。裴瞻淡淡丢下一个眼神，举步越过他身边，离开了小径。傅真望着他的背影，猛地踢了颗石子过去，恰恰好打中了他的后脚跟。裴瞻回头，将军慢走。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姑娘再三交代的，你千万仔细些。张成凝重地接了信后，便扭转身朝着门外大步而去。黎江不曾犹豫，跟了上去。到了集市最拥挤之处，借着汹涌的人流碰撞，他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张成怀里的那封信给抽了出来，随后一转身就隐没在人海里。梁宁，目光刚瞅到信封上的字眼，黎江这一下就差点没栽倒。
将军，将军快看，傅小姐手上有梁家顾小姐的信。裴瞻身子蓦地一僵，突然一把接了过来。夫人惠存，梁宁。哪来的？是从傅家得来的。黎江岂敢绕弯子，当下把来龙去脉全给说了出来。小的方才真别过了，从信封上看，的确是有些年头的。备马去梁家，打听一下大将军在哪。梁晨刚跨入花厅，就看到穿着一身盔甲在屋中央来回转圈的裴瞻了。不是，你这是有什么急事啊？连衣裳都来不及换，你就找到我这儿来了？你看看这个，你看看这上面的字，是不是他的亲笔？待看到封面上的名字，才倏然瞪大了眼睛。姑姑，快看里面，这哪儿来的？意外得来的。来的路上我连打了几个喷嚏，总觉得是冥冥之中有所指引。你先别问了，快先看看到底是不是他的字迹。从前的所有批注过的兵书你全都借过去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还呢。他的字你不是都认识吗？那都多久之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那些书都不知道被我塞哪里去了。梁晨低头看信，刚两眼他就抬起头来。是他，是他的笔记，这上面所有属于他的笔画特征全部都有，不可能是伪造的，没有人能够伪造出如此逼真的笔记来。你看仔细点。是我一手带大了我姑姑，我能看不仔细吗？她小的时候就是我带着练字的，为了替她抄功课，我没少模仿她的字。如今我的案头还有厚厚的一沓她当年自西北写信回京城的家书，难道我连这点把握都没有？哎，不是，我说就算这封信是我姑姑写的，她有那么重要吗？她在世的时候与女眷们通信，这是多正常的事情。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为什么会提到沧浪亭？这上面的夫人指的又是谁啊？纸上只有3行字和一小幅图画，图上画的是护城河畔的沧浪亭。如果你能相信6年前的白玉胡同里发生过一桩不为人知的血案，那么这里面的内容应该就跟一把血案的凶器有关。凶器？血案？对，凶器也就是那天夜里我向你打听过的匕首。什么样的血案？这个血案跟我小姑姑又有什么关系？这个案子又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据口述的人说，这案子就是在他遇难之前的第3日夜里发生的。他的母亲是目击证人，并且与太平有过交集。这封信就是取自于他的手上。裴瞻接着便把从傅真那里听来的与这案子有关的始末说了出来。这3日的期限是他主动提出来的，如今看来，他倒像是有恃无恐。既然信是真的，那匕首也至少有一半是真的，血案的真实性也差不多有了。可是如果这案子是真的，一定会有风声传出来，凶手怎么有能力做得这么干净？这也正是我一直不肯相信他的理由。但是黎江却从他的护卫身上取得了这封信。方才你也已经笃定这封信确实出自太平之手，那无论如何，太平曾跟他母亲有过交集，这点是毋庸置疑了。老大，眼下我们最要紧的是去求证是否真有这把匕首。此事梁家人只字未曾听说，不光是太平不曾跟你们讲过，白玉胡同就在梁府隔壁，梁府上下这么多人也都不曾听说，实在是透着诡异。没错。来人，去备马，多调几个人，跟5城兵马司人打声招呼，将梭子坊外护城河畔沧浪亭一带看守住。人就不用多带了，来之前我已经让人过去守住了，眼下你我过去便是。如果那把匕首真的存在，我想咱们俩一定能猜出它会藏在哪里。那还啰嗦什么？赶紧走。张成兜了个圈回到府里。你跟到哪里才回来的？小的可是一直远远地尾随着黎将去往军营，然后又看着裴将军入了梁府大门，这才回来的。姑娘，您可真是神机妙算呢。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给你们那几本兵法，你们好好选。时间差不多了，
去备车吧。这个时候我已经从你这里得到了信件丢失的消息，那么为了避免途中出意外，我就应该火急火燎往护城河边赶了。等姑奶奶我去收个网，说不定还能赶回来吃晚饭。好嘞。裴瞻与梁琛来到沧浪亭时，护卫郭颂已经带领人手把梁宁信上所画的位置全都圈了起来。有收获吗？还没有，园子范围不小，属下正在竭力搜查。我觉得答案不会在园子里，如果是，那他一定不会多此一举再画上别的东西。光是这个园子就已经够藏118匕首了。从前他都是随我而来的，只要想想他最喜欢去的几个地方，大概也就差不离了。他不爱跟你们在一起谈天论地，却喜欢与智儿和池里他们在河畔玩耍。没错。哎，你怎么知道？你小时候跟他都不说话的。我有眼睛，会看。几丈开外的梭子坊外茶馆里，傅真趴在2楼包间的窗户上，紧紧地盯着河畔的两人。将军！低头喝茶的当口，忽听那边传来惊呼声，而他这一定睛看去，只见有人陆续赶往河边，一看衣着还是裴家人的装束，而裴瞻已经不在树下了。他下水了，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下水的地方竟然堪堪正是他藏匕首的那株柳树下。这就奇怪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快猜到那里？不，猜到那里的为何会是裴瞻，而不是更了解他的梁琛？傅真直起身，把茶壶放下，而后下楼。梁琛也没想到裴瞻会二话不说就落水，当然也就更没想他在水下捣鼓了半晌之后，竟真的拿出来一只盒子。这是什么？快打开看看。梁琛飞速打开了盒子，这一看震惊了，一盒子水里泡着的竟然真的是一把匕首。再看这盒子十分眼熟，他更是一惊。这是小姑姑的扇盒，我曾见过的，真的是她放在这里的？你怎么知道她会把东西存在这里？她从前最爱在这里玩水，你都忘了吗？这里石壁上有几个坑，正方便他们上下落脚，所以每次下水也都固定在这里。信上画的那幅小图，偏偏也标记了这个地方。水下藏物是最隐蔽的，下面有个小石坑，是他们从前用来比赛水性时放置奖励用的。我只不过是来碰了碰运气。你怎么知道水下能藏物？又是怎么知道他们之间的这些秘密？事在人为，这匕首上的纹路跟那丫头画给我的一模一样，她没有说谎。可如今一来，我心头反而更不能轻松了。那丫头，你说的是什么人？是礼部主事，不，是很快就将成为礼部郎中的傅云的女儿。既然这把匕首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的确是姑姑经过手的，那就说明胡同血案十有八九也是真的。你说这个案子发生在姑姑死前3日夜里，为什么会偏偏发生在这个时间？没错，案子本身透着奇怪，而3日之后白鹤寺又出了一场大火，偏偏死的又是路遇了这场凶案的他。若说这2件事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让人如何相信？让我过去。他来了。她就是你说的那位富家小姐？你认识？不认识，我只是刚刚知道你认识。说完，他立刻举步。走吧，如今我也必须得去认识认识这位傅小姐了。敢问，可是傅姑娘？我是傅真。大将军，我认得你。傅小姐。傅真理也不理他，仍望着梁琛。傅小姐。大将军是盖世英雄，对您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了。没想到今日能见着真人，难怪家母当年与梁小姐一见如故，这全是因为梁家几代英雄威名远播呀。方才控制不住有些失仪，请您见谅。
傅小姐过奖了，咱们当武将的保家卫国都是应当的。你手脚倒是快，这么会儿功夫就奔过来了。方才这样的马屁，还是留着以后跟大将军夫人说吧。裴将军这话，莫不是说要为我引荐大将军夫人？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老五，你注意一下态度。傅小姐是我们的朋友。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梁琛在他们两个之间来回打量几轮，跟着他走到了远处的柳树底下。不是你在搞什么鬼啊？你跟傅小姐难道不是老相识吗？谁说我跟她是老相识啊？轩哥说的呀，他说你做过让傅小姐追着你负责的事儿，还说你亲口说的，他还亲眼看到你扯他的袖子。那小子一天到晚脑袋里都不知道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他的话你也信？可是那天我也确实看到了，你对傅小姐非常纵容，包括方才你一点也都不计较她的无礼。我之所以几次三番跟她有牵扯，纯是因为这把匕首。我老实跟你说了吧，我觉得这丫头对梁家怀有某种目的，你最好跟她保持点适当的距离。你这话什么意思？虽然我和傅小姐这是第一次见面，但她这份豪爽却是很对我脾气的，也让我觉得很亲切。刚才匕首是你亲自捞上来的，小姑姑留下来的信也是你鉴定过的，确属她的真迹。她的话已经得到了证实，你为什么还要疑神疑鬼？就算她对我梁家有目的，大不了是想攀交攀交，可这有什么了不得的呢？我们又不是生来富贵，傅家就算是有这个想法，那也是能够理解的。你平时也不这样，为什么单单对傅小姐这么小人之心呢？哼，我小人之心？那若我说他爬过你们家墙头呢？爬我家墙？他为什么爬我们家墙啊？我要是知道，还用跟你说这么多？裴瞻说着，便把那天夜里逮住傅真爬墙的事说了一遍，末了道：你说她一个千金小姐，大晚上不睡觉，趴在你家墙头，这仅仅是为了巴结你们？你说瘦得像根枯柴一样的她，大半夜来爬我们家的墙？可不止呢。这个瘦得像枯柴一样的千金小姐，她还会武功，而且出招还很老练。现在你是不是更惊讶了？傅真瞅着那俩在那边嘀嘀咕咕，一猜就是裴瞻在背后嚼他的舌根儿，抱着胳膊等了一会儿，看他们过来了，便咧嘴打招呼：二位将军说完话啦？傅小姐，我方才从裴将军口中听说令堂与家姑还有那么一段不为人知的缘分，我们来说说正事吧。我想请问你，不知当初令堂见到的那把匕首，是否就是如今我手上的这把？就是它，那刀柄上的花纹我记得清清楚楚。这是梁小姐留了信给家母，特意交代不让对外吐露的。当年梁小姐之所以没有放到梁家，皆因她是不祥之物。如今既然不得已露面了，还请大将军将她归还于我，以免梁小姐泉下不安。这是梁小姐的东西，自然得归还梁家，你拿来做什么？东西是梁小姐的不错，但是她托付给了家母。我还没说你呢，裴将军，你堂堂我朝元帅，顶天立地的汉子，今日却以这种卑鄙的行为从我手上拿到了它，该不会到现在还想耍赖皮吧？你要是不尊重她的遗愿，仔细梁小姐泉下有知，半夜来爬你的窗户。少操这份心，她可不像你。老五，对傅小姐客气点。傅小姐，多谢你为梁家保守这个秘密，可恨6年过去，我直到今日才知有此事。大将军在边关打仗，怪不得您。再说这个案子跟梁家又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不过令姑刚好路过成了证人。家母虽然知道可能有这个证物，却也不能贸然捅出来让您分心啊。如今您回来了，这阴差阳错的
让您知道了倒也无妨。傅夫人真是用心良苦啊。话说回来，也不知道傅小姐与令堂对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大将军为何要关心这案子？此案关系到2条人命，且还发生在梁府附近，我身为梁家家主，正视此事义不容辞。大将军威武！我觉得很明显，凶手不简单，被杀害的人也不简单。大将军，要不还是算了，免得惹了麻烦上身。越是有麻烦，不就越是得弄清楚吗？就算死者只是寻常的百姓，也不应该悄无声息地横死街头，连尸首都没有下落。我与裴将军还有诸多的将士洒血沙场，可不是为了让拼死护主的老百姓被奸人这样草菅人命的。大将军果然不愧为忠义之士。说起来，令堂是此案的唯一证人了，也不知道傅小姐愿不愿意替在下说服令堂配合查案。大将军都这么说了，小女子岂有不配合之理？痛快，那这把匕首我就留下了。也不知道傅小姐可有意参与此案。大将军说笑了，我一闺阁女子，何德何能参与大将军和裴将军办案？此事自然得仰仗2位将军。既然如此，那我安排人送姑娘回府。天色也不早了，恐怕姑娘的家人等急了。方才傅小姐有说过此事隐秘，在时机未到之前，便还要请傅小姐同令堂仍然对此事保持守口如瓶。如果事后有需要令堂出面参与之处，也请见谅啊。当然，我们也会绝对避免让2位沾染麻烦。这个您放心，实不相瞒，家母多年来一直因此事耿耿于怀，如今想解开她的心结，也只能破解此案了。该配合的地方，我们义不容辞。只是也敬请将军多加留心，尤其是身边人。有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里说不定包藏着什么祸心。我知将军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这些话不该我来说。只不过我外祖父在外做生意的缘故，见过的形形色色之人伪实太多，故而在此我多句嘴，如有冒犯，便请将军见谅。说完之后，他便施了一礼，登上了张成驾过来的马车。梁琛站在原地望着他远去，半天也没有发出声来，回头看了一眼裴瞻，方才口口声声数落着傅真心眼太多的他，此刻居然也正目光深深地望着远去的马车。姑娘！傅真遇到了他们，已觉得松了一半，此时卸去背上的重量，就更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了。忽然就发现了人群里的裴瞻。傅小姐好胆量，裴将军来的可真不是时候。您看我都把人救出来了，您才来，早些来，我不就不用遭这罪了吗？真是的，谁来不好，竟是他来了。我要是来早了，傅小姐岂不是就逞不了英雄了？把黎怀叫过来，让他护送傅小姐回府。我还没……傅小姐，从现在开始，你最好乖乖听从安排，立刻回府待着，哪也不要去。就算杜家不告官，镇国大将军府稍后也定会要寻你问话。要是不听劝，回头吃亏可不只是你。好吧，绑匪都被我绑在了山上的山神庙。裴将军想去的话，我可以带你去。你把绑匪绑了？那我去跟杜三夫人打个招呼，这就回府。还请裴将军高抬贵手，有什么事您回头随时来找我。只是请千万别将此事捅出去，就当是为了杜三夫人的名声着想。傅真说完之后，就走到杜家车架跟前，让夫人受苦了。夫人休整好后，可随时来信告知傅家退婚事宜，傅真必当第一时间到场。暂且就先告辞。原来真是这个祸水，回府我就写状子，必当告得他们傅家永世不得翻身。你还回不回？直到傅真的马车上了回城的大道，裴瞻才收回目光，看向前方的山头。上山！将军，里面果然绑着4个匪徒，当中2个还受了伤，
另有一女子断了条腿，看模样颇为危险，应该正是傅家那位二小姐。根据他们所述，的确是傅家大小姐绑的他们，而且除她之外没有帮手。裴瞻旋即下马，大步走进庙中。裴瞻捡起地上的一只发钗，看着上头一个真字，凝眸看了片刻，站起了身来。带他们下山，路上让他们把事情经过都招出来，任何细节都不许隐去。不知裴将军找我有什么要紧事？你家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我父母亲已经和离了，昨夜里分割了一夜的家产，今儿早上又送我父亲他们出府，我都还没歇脚呢，没想到裴将军您这儿又有急兆。有什么要帮忙的吗？裴将军是不是有什么求我？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只要是正经事，看在你派来的2个护卫昨日帮了我母亲大忙的份上，我绝不会推辞。我寻你能有什么不正经的事？那可没准儿，毕竟我长得可不赖。收起你那心思吧，我对你这号不感兴趣。那你找我干什么？我路过。裴瞻掏出那只钗，抛向他面前，顺道把这个还给你。我的钗怎么会在你这儿？我在山神庙里捡的。傅小姐果然阔绰，这只钗少说值200-300两银子，你就这么任它掉落在荒地里？莫非你没听说过财不露白的道理？下回再追贼，可记得把东西收好，免得招来更多的祸事。裴将军今日话不少啊。走了。哎，急什么？来都来了。你还有什么事？裴将军方才不是想帮我吗？我这里正有件事。我只是问你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并没有说要帮你。一样的，就是我父亲升任礼部郎中那事儿，我还没来得及多谢将军。不必，你我只是交易罢了。那这个交易现如今还能变动吗？变动？对，我想让我父亲离开京师，一事不烦二主，裴将军能不能帮忙让他赴个外人？为什么？当然是为了杜绝后患。昨夜之事，我相信黎江黎怀已经全部跟您禀报过了。傅家到底怎么样的情况，相信将军也全都清楚了。我父亲此番被我母亲这般拿捏，被迫签了和离书，搬离了傅家。可他们还住在京城，就不会消停。尤其他是官，我母亲是商，他是男子，而家母是女子。他想暗地里使点什么绊子，给我们一家3口添添堵，简直不要太容易。若是他人，他是我父亲，我总归不能对他如何。同样是做官，让他离开京城去做官，对他没有坏处，对我们来说则有大大的好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杜绝来自傅家的麻烦。若他不是你父亲，你又待如何？他若不是，那我肯定就麻袋套了他，刀子割了他，种种都行。那我肯定就不管了，我就报官。裴将军可愿帮我？我还以为你想替你弟弟求点什么，没想到你竟是为了赶你父亲出京。你竟如此恨你的父亲。我难道不该恨吗？没有说你不应该。那你是想说啥？只是总觉得像你这样的性子，背后应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才对。你应该时时很欢快，而不是心里藏着仇恨。说起来我很不理解，你在傅家长到了15岁，为何你的反抗全是发生在最近这大半个月？过去的15年，你难道从没有想到过抗争？过去那些年我身体很不好，这你也知道。但是大半个月前，老天保佑我，让我换了个魂魄。哎，我现在脱胎换骨了，我有劲儿了，能抗争了，所以就抗争了。换魂？对啊，我做梦都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人的魂魄竟然还可以换来换去。而且换了魂之后连体质都变好了，你说神奇不神奇？那老天爷怎么偏偏选中你的魂换来换去？你怎么那么喜欢这些神神叨叨的？能不能正常一点？唉，我就知道会这样。我说真话你根本就不会听，
本来咱俩也不是一路人，要是换成跟我志同道合的人，他们肯定会信。哼，那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是谁？唉，这大好日光下还是别瞎扯了，说说上回那匕首的事儿吧。梁家那边怎么样了？大将军可有什么头绪？要是梁小将军在京就好了，当年他和梁小姐最常玩到一处，说不定他会有什么线索。你怎么知道他们俩常玩在一处？我都是个能把魂魄换来换去的人了，打听这点小事还能难得倒我？你也不用这么草木皆兵的。其实你看我再能耐也就那样，对付内宅这些人还行，放在外头就不够瞧了。就算对梁家有企图，还能把他们家咋地？我想算计点啥，那也得有那个实力啊。像我这样的，在大将军手下随便就给捏死了。与其如此，我还不如跟大将军和裴将军您套近乎。您看您随便动个嘴皮子，就把我父亲的官位提上去了，我又不傻，犯得着跟你们作对吗？您说是不是？你爹可不是我动动嘴皮子提上去的，他要是没功名没资历，谁来也没用。那你们姐弟日后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你们跟着你母亲，那就变成了商户，对你们没有困扰吗？当然有啊，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调任的事我得去问问，这得吏部和礼部两方说了算。多谢将军，将军能帮忙去问，我就已经很感激了。你这个拱倒是打得挺顺溜，老天爷换魂还管换仪态举止吗？佛光普照，无所不能，无所不能。裴然瞥他一眼，懒得出声了。他真像是那个人，那个他没有亲眼见到从黄沙漫天的沙场走来，但想象中却应该是差不多同样潇洒姿态的人。也不知道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人为什么会带给他同样的感受。可惜世上不会有换魂这种事，要是有，倒好了。这样的话，那他是不是可以想办法让那个人的魂魄也……听黎怀说，令堂过去常带你上寺中祈福，看你如今这般鲜活，神佛是不是真的有灵？那必然是有灵的，要不白鹤寺香火那么旺呢？有人见过神吗？见没见过的咱也不知道，可我说我见过，你也不会信啊。我确实不信。我们在沙场打仗，那凭的可是真刀实枪的真本事，不管多难，都没有人想过去求神拜佛。我们只相信一切掌握在人手上。神佛太虚无了，求他们倒不如求己。我理解，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有在我办不到的时候，比方说我牵挂着谁的时候，会去求神佛保佑。因为除了神灵之外，很多灾难是没有人能预估到的。你那是为活着的人，不一样。裴将军是有牵挂的人去世了，人死不能复生，将军想开点吧。这样的人往往功德圆满，说不定早就投胎转世，去开启他的新生了。他一定会有个好命，有个美貌的配偶，生一大堆孩子，然后福寿绵延，寿终正寝。别的不说，找个美貌配偶还真是他能干得出来的事。照他那德行，搞不好根本就不用等投胎转世，他在地府里头就已经瞄上哪个美貌的鬼了。人家都死了，找个伴过日子也没犯天条。你那朋友是男的女的呀？那你对他到底是牵挂还是怨恨啊？我怎么会牵挂他？他又不在乎我，我自然也不会在乎他。你们女人是不是都喜欢长得好看的？单纯来讲，不喜欢好看的，难道还喜欢丑的吗？没这么跟自己过不去的。当然，最重要的前提是得看人品。你惦记的这人是位女子？是男是女有什么分别？佛不是说众生无相吗？只要是那个人，那不管他以什么模样于世，
是男是女，是高是矮，是老是少，是美是丑，应该都无区别才是。一个人的灵魂才是贵比金玉的东西。瞧瞧，他默认了，他承认了他说的那个人是个女子。他不但惦记着一个女子，扫平西北威震天下、冷面残暴极致难缠的裴将军，他竟然还在惦记着一个死去的女人，这真是不太合适吧。裴将军，既然那位女子都不在乎你，你又何必放不下呢？你要是真牵挂她，为她好，就该把这份心从此打住，放她往生。你有个那么可爱的儿子，想必也有个同样可亲可敬的妻子，你该珍惜眼前人啊。我没成亲。什么？那小胖子不是我儿子。那他是谁啊？梁家的。梁家的？那不就是梁琛的儿子？是梁轩？你为什么这么惊讶？不管怎么说，人都去世了，将军还是放宽心吧。既然你都说他不在乎你，那说明他也没有什么眼力劲儿，不值得。啰嗦了半日，你总算说了句对的话。他确实没什么眼光。像那种连2个将士都掀不翻的男人，出点大小事情保护他都费力，就只会逢人就笑嘻嘻的，到底有什么魅力可言？看来将军是喜欢那女子啊。不喜欢。那你刚才说这一大堆是啥意思啊？不是你在问来问去吗？走了，下回不许再问。说完，他举步离开茶棚，真的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的走了。傅真一直看着他消失在街头，才收回目光。时间真是一座山啊，隔着中间许多年，他已经完全看不懂这小子了。姑姑，姑姑，别在老娘坟前哭，把头给我抬起来。姑姑，是你吗？当然是我，如果不是我，谁还会大半夜的出现在这儿？那我为什么看不到你的脸？我被那么大的火烧过，不让你看到脸，不是很正常吗？姑姑，姑姑，你瘦，明儿我一定多给你烧点纸，还给你供上许多好吃的。你在地下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千万别省，没钱了我就给您烧。你就这么肯定我是鬼？当然不是，姑姑在智儿心里永远是最好的姑姑，不管天上地下，你都是我的亲人。梁宁把手伸出来，你摸摸我。倘若是别的姑娘的手，梁志打死都不会摸，但这是姑姑呀。梁志毫无疑虑地把她的手握住。姑姑，你真的要多吃点，这样才能有力气打死那些坏鬼。不对啊，怎么是热的？姑姑，是不是没见过像我这么有人气的鬼？是不可能。小子，你这是不想让老娘活着？当然不是。姑姑，你是真活着，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是我姑姑，而是来哄我的？若我是来哄你的，你待如何？若你是哄我的，我也不怪你。你这么做肯定是有求于我，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说。看到你装得这么像的份上，我不是不可以满足你。当然，你若想嫁给我，那还是不成的。梁宁伸手拎住他的耳朵。你3岁时尿床把你祖母费老鼻子劲儿绣好的半幅寿字图尿坏了，是我给你顶的缸。你5岁时把你大伯那只会说话的鹦鹉拿去对零嘴了，也是老娘掏钱给你赎回来才免了你一顿打。还有你7岁时跟荣王世子打架。他这边厢掰着手指头一路数下来，那边厢被拎住了耳朵的梁志却是越听越颤抖，最后他一把抓住了梁宁。姑姑，真的是你啊！你11岁那年，二哥牺牲，你在他灵前烧了101张纸，每一张纸上都是你写下的保证。
你说你一定会做个顶天立地的汉子。14岁那年，琛儿效忠挂帅，你不甘其后，偷偷盗了琛儿手上的一枚通行令，去给他当押粮官。你说上阵亲兄弟，你绝对不会任凭他去杀敌而安守在后方，你一定要让他绝不为粮饷发愁。姑姑，臭小子，我是姑姑。我以为你真的死了，我们都以为你回不来了。走，我们回家，我带你回家。先不急着回去，我还有很多话，等我跟你说明白了，我们再商量回去的事儿。姑姑，你怎么会在这里啊？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为何不来找我们啊？在我回答你这些话之前，我先问你，你当真认定我就是梁宁吗？当然，你不是他又会是谁？只有姑姑你才知道我那么多的事情，我只跟你分享过。你的口吻，你的动作，你所有的一切都与姑姑如出一辙。我也不是没有阅历，这些年我见过的人和事都多了去了。我万分笃定，就是你。就算是有人诚心学你，能学出你的腔调，也绝对学不出这番气势。那我要是换了容貌，甚至连躯壳也换了呢？你还能相信是我？当然相信，我们固执勤奋是在心里，又不是在外表上。梁宁点点头。好，他摘下脸上的面巾，抬起头来。现在你再回答我一遍，看到这张脸之后，你心中还笃定吗？梁志目光落到那张脸上，随后便浑身如遭雷击，猛然一震后退了2步。啊，傅小姐，你在搞什么名堂？他瞬间记起了自己是怎么被眼前人骗到沧浪亭的，又是怎么被他一杯茶放倒的。你为什么要叫我傅小姐，而不叫我姑姑？你刚才不是说，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都是姑姑吗？傅小姐，我知道是你，哪怕这是个梦，我也不许你变成她。我不许任何人亵渎我姑姑。傅真瞅他一眼，走到他身前，抽他腰间的剑。梁志本能阻挡，但傅真却更快一步的以手刀劈向了他的右臂。这点手段当然不可能击得到梁志，何况他今日已经栽了一回，更加不会大意。可是他快如闪电的出手之后，却还是在半途硬生生的把手收了回来。梁家拳，你会我们梁家的武功招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萧四，你们过来。主上，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傅小姐暗算了主上之后，我们双方打了一架。但是傅小姐竟然拿出了当年大将军在乾隆怪异一时给梁家军下的军令，喝退我们。她说有绝密之事要与主上讲，要把主上带到此处，还不许我等近前。因而我等一路只能与主上保持距离。是那道绝不许外传的密令？正是。梁志带着于晶转向傅真，退回去吧。待他们退走后，他看向梁志，你现在想说什么？你真的是我姑姑？你10岁生日，我送了你一把剑，剑鞘里头藏着3颗药，一颗是我们家的软筋散，一颗是军医熊老头秘制的金疮丹，还有一颗是老参丸。这3颗药，一颗能助你脱困，一颗能救你性命，还有一颗能助你围困之时保持体力。说着，他拇指食指娴熟地捏住剑鞘一转，那鞘间暗扣便啪嗒一声弹开，露出暗格里的3颗大小不一的蜡丸。他们还在，很好，这说明你这几年并没有遇到生死攸关的时刻。姑姑，起来吧。我不。你再不起来，你姑姑我如今这身板，你觉得能顶住你多久？梁志一顿，抽噎着抬起身子。姑姑，对不住。姑姑，你怎么会变成傅小姐？我不变成傅小姐还真不知道，你小子这么出息。从前见了姑娘话都不会说，如今见了你姑姑我，反倒屁颠屁颠的就往上凑。我那会儿没认出来啊。没认出来就能这么不要脸的追姑娘？
那还不是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像姑姑你这么好看的姑娘。没见过世面的家伙。不过这样好听的话，以后可以多说点，我爱听。姑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快跟我说说。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你祖母哄咱们俩的时候，说过一些民间怪谈吗？当中就有一桩，唤作借尸还魂。我记得，说的是人死后，魂魄会寄生在另一个刚死还热乎的身体上。姑姑，难道你也是？对，不管多么离谱，事实就是这样。你是说，你确实在那场大火里死去了，只是死的是你的肉身，而你的魂魄就变成了富家的小姐？你是不是也觉得是我编的？当然不，我承认，这是我未曾想过的变化，所以也确实还需要时间来完全消化。但是就算再离谱，也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全部的过往，再编也编不出来一个我姑姑的灵魂。既然姑姑又复活了，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你也不来找我们？你为什么不回家啊？唉，这就说来话长了。再长我也要听。我之所以没找你们，是因为我活过来还不满1个月。而我之所以要用这种方式来袒露身份，则是因为我已经先在詹二身上碰过壁了。借尸还魂这种事，真不是谁都能一下子相信的。情分至深如你我，不是也要费上方才这样一番周折吗？我不得不考虑的周全点。此地已经传过闹鬼的谣言，倘若我贸然以梁宁的身份露面，就算梁家的人相信我，谁又知道外人怎么看呢？梁家如今因为陈儿平乱有功，又处在了勋贵前列，树大招风，谁又知道暗地里会不会有人以此为由给梁家不痛快？不说别的，只说他们若把我当妖孽拿了，朝局才刚大定，梁家出个死而复生的妖孽，有人要杀我以正道，梁家待如何？是保我还是不保我？不保我，梁家人此后如何自处？保我，那若万一再往梁家头上泼脏水，说梁家是祸国妖孽，又待如何？皇上纵然是仁义之君，即便凭借血肉之躯打天下的他不信这些，可他终是一国之君，他有他的责任。当舆论逼迫到了朝纲，他是保梁家而后与天下舆论作对，还是杀梁家以定国体？梁直怔怔说不出话来。傅真看着前方，打从我接了傅小姐的身体复活那刻起，我就知道回家这条路没那么容易。我甚至想过回不了就不回了，暗中看着你们安安稳稳的过一生也是幸福的。可是世事难料，我还是被推动着走到了与你相认的这一步。姑姑，老五不信你，回头我就把他给打一顿。你打得过他吗？他不信我是多么正常的事啊！我与他本就没有多少交集，与他再次见面时尚且都不认得他。那会儿他年岁更小，他还能记得梁家有梁宁这么个人就不错了，还能指望他认得出壳子里的我来。那姑姑你又是什么时候成为傅小姐的？大哥又是何时认识你的？我听他今日唤你傅小姐，还有老五他又怎么会遇上姑姑？这得从前阵子白鹤寺方丈办的那场诵经大会说起。你们二老爷呢？裴将军，我们老爷和傅小姐不在这儿，他们出去了。出去了？去哪了？小的不知道，马车驶进里头，他们乘车走的，小护卫他们都跟在旁侧，小的也就不敢多言。五叔，我们去找找吧，他们会不会是去看星星看月亮了？裴瞻站定了片刻，倏然调转方向往街头奔去。五叔，你去哪儿？我去找他们，让郭颂先送你回去。山风伴奏，傅真说到口干舌燥，总算把醒来后大小事全讲明白了。不管是傅家还是给程家送身，又或是那把匕首那个案子，这么说姑姑遭遇的那场大火也不简单。何以见得？你看胡同里的父子居然会被手段那么狠厉的人所杀，可见他们也不是一般人。
事后他们铺天盖地地搜查那把匕首，而匕首却刚好在姑姑手上。再有，姑姑出事之后，不但此事丝毫未曾外传，就连关于有人搜查那把匕首的风声也没有。换句话说，姑姑出事后，那些人彻底消停了，匕首也不要了。这难道不是因为知道持有匕首的姑姑，也就是说当夜目击过血案的证人已经被铲除，那么姑姑的死不就和他们很有关系了吗？姑姑是被谋杀的，是那伙凶手杀了姑姑。你说的很对。那姑姑可还曾记得哪些可疑之处，或者能够让我们尽快找到凶手的线索？我当然记得，我不但全部都记得，甚至还可以直接告诉你杀我的人是谁。是谁？徐印。是他亲手放的火。他从石阶处走上来，先用梁家的软筋散暗算了我，然后逼问我要那把匕首，最后趁着那天夜里的佛堂点满了长明灯，有着满屋子的灯油，而后制造了一场意外。为什么是他？姑姑对他那么好，梁家对他也那么好，他为什么要下这种毒手？他是畜生吗？他是怎么动手的？姑姑，全部的经过是怎样的？裴瞻出了沧浪亭，便沿着护城河游走搜寻，护卫们紧跟在后，不曾有丝毫怠慢。打发人去傅家看看。主上，1刻钟前，属下就遣人去傅家问过李怀，他说傅小姐下晌出门后就再也没回去。主上，属下听说傅云与夫人和离了，傅小姐和其弟竟然是随了她的母亲，如此一来，傅小姐就成为了商户女，而且今日傅小姐还亲自出面与杜三夫人签订了退婚书。傅小姐此举也不知是不是算计梁将军。她不是那样的人。那以主上之见，傅小姐是哪样人？裴瞻垂头看着灯火下落在地上的自己的影子，当发现梁轩的影子也在一旁时，他不由道：你为什么要特地告诉我他和你二叔在一起？因为母亲说做人做事都有先来后到啊。傅家姐姐是五叔先认识的，二叔在后，我当然要帮着五叔你啊。先来后到。裴瞻抬了抬头，嘴角有苦笑。五叔，你别难过，该是你的一定就会是你的。二叔他太心急了，傅小姐不适合他。我送轩哥回去。那你呢？我自有去处。裴瞻打起马，掉头驶入夜色，又不由分说向城门将士亮出身份，飞马出了城。往白鹤寺去的路他走过无数遍，不止他熟悉，他的马儿也熟悉。梁志他是找不到了，他满脑袋的浆糊，他想静一静。一口气驶到了寺门下，叩开门后像往常一样径直去往了古寺的西北角。就是这样，我被烧死了。再后来的事情我也是听说的，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梁志坐在他旁侧，面前的泥土地已被他锤出了一个大坑。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会亲手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的。我最初也是这么想的，我沉溺在那股无边的黑暗里时，心里只有这个念头。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因为我已经从仇恨里冷静了下来。徐印杀我固然可恨，可是仅仅杀了他就能挽回所有的损失吗？姑姑有别的想法？我是想光杀他还不够，倘若只为杀他，我凭个人之力也不是完全找不到法子。但总归他在这6年里苦心经营，在朝野上下盘根错节，只以杀他为目的，不光会带来不少后患，而最重要的是不够解恨。也对，他享受了我们梁家还有姑姑给予的那么多好处，之后害死了姑姑，却还在利用梁家和你。若只是要他的命，该多么便宜了他。我们该让他如何风光，便如何落魄。得
得到过什么，便让他再一样样的失去。得一步步来。你该知道，我是不能以梁宁的身份直接指控他的。首先，我们得先破了白玉胡同这案子，这案子不破，便没办法撕破他的假面。而他与匕首的主人究竟是怎么达成的协议，也无法暴露。我急着与你相见，自然也是希望你能推动琛儿、詹儿他们快些破案。二则是需要你来替梁家提防徐贼，他如今仍在打梁家的主意。倘若我不说这些，梁家是万万不会想到他的狼子野心。我知道，我回去后就会全部告诉大哥。这倒不必急，琛儿让裴瞻吹了耳边风，如今只怕对我尚有提防，你操之过急反倒坏事。可是我好想让你回家去，母亲和大伯母大嫂他们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顺其自然吧，现在你要担起守护好梁家防范徐贼的担子来，凡事务必多留心眼儿，而且尽快想办法让家里所有人都防范他，哪怕是对他有所戒备都好。梁志深思点头，此事确实要紧。那姑姑你呢？你仍要留在宁家吗？傅真望着他，宁夫人如今仍为我的生身之母啊。现在我不仅是梁宁，也是傅真，我有双重的责任。再者，宁夫人也是血案当晚的目击证人之一，更是如今现存于世的唯一证人，哪怕从这点上说，我也要保护好她。姑姑治人之义，乃吾辈楷模。你也是大丈夫了，梁家你要守护好。天不早了，回去吧。你先走。裴瞻站在龟池这边，遥望着那边荒草之中的两个人影，垂在身侧的两手不自觉地握成了双拳。最不敢相信的事情成为了事实。6年前噩耗传到西北他的耳里，他就发誓他一定会代替他继续守护好梁家。可是不管他怎么提防，他竟然还是没有停止对梁家的想法。